我们说过，2024年是迷离全闪 NAS 的元年，有3、4千元万兆全闪 NAS， 也有1000元出头的 2.5G N100、N150。其中这家麦云达厂商推出的 M1 Mini Pro 设计有可拆卸的 NVMe 模组，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麦云达又上市了迷离全闪新品。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英特尔低功耗 CPU N100 的5盘位全闪双 2.5G 迷离主机麦云达 M1S。照例给大家奉上全部35台 N 系列低功耗小主机一览表，包含主要接口、功耗、性能释放等指标，供大家购买参考。N100 是低功耗 N 系列常青的 CPU， 也是我们测试过最多的。今天我们测试的这款低功耗小主机最特别的地方是，它除了有4个一眼就能看见的 NVMe 硬盘位，还有一个无线 WiFi 和 NVMe 可选插槽，也就是无线网卡插槽，如果安装上转接卡，就可以接上第5个 NVMe 盘位，拓展了小主机的实用性。那么大家是更喜欢第5盘位呢，还是喜欢它仍然作为无线网卡插槽？麦云达 M1S 它装置了英特尔 N100 低功耗 CPU， 适合4线程 24EU 的英特尔 UHD 核显 DDR5 4800兆赫兹单通道内存，5盘位 M.2 PCIe 3.0 或 2.0 X1 接口，双屏显示输出，双 2.5G 网卡。打开来看一下，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欧标电源接口、螺丝和脚垫。说明书，这块电源12伏5安，一共60瓦功率。我们把小主机拿到手上，深空灰铝合金机身，机身接口前面板 Type-C 数据接口，双 USB 3.0A 口，电源开关键，后面板 HDMI 接口 DP 1.4 接口，双 USB 2.0 接口，双 2.5G 网络接口，12伏电源接口，底部、后部、前部都有通风口。取下底部盖板上4颗螺丝，很容易打开上盖，看看内部接口。单通道 DDR5 内存插槽，支持最大4800兆赫兹 ，WiFi 转 M.2 转接板。上面已经有了一个2230的 NVMe SSD， 内置 U 盘接口，适用于某些 NAS 系统。1、2、3、4条 2280 M.2 PCIe 3.0 X1 的 NVMe 插槽，安装多盘位 NVMe 必须从第1条开始装起，否则不认盘。安装了一条英伟达 16G DDR5 内存，一块带有散热铁的西数 SN740 的2280 NVMe SSD。 BIOS 这里可以设置来电制起，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性能释放式 PL1 15瓦 PL2 25瓦。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打开 i.64 跑 FPU 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 下滑稳定在15瓦，整机功耗下滑稳定在26瓦左右， CPU 平均有效频率 2.3 GHz， 我们一直单烤了1小时02分钟，室温24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74度， SSD 温度最高51度。 CPU-Z 多线程 1306.3， 单线程 372.6， 进入了第1梯队，稍稍低于麦云达自家的 M1 Mini Pro N100。 Geekbench 5多核2909，单核1028，多核比 M1 Mini N100 还高一点，不错啊。Geekbench 6多核3269，单核1248，名列前茅啊，多核比好多 N100 都高。Cinebench R23 多核2390，单核941，这差不多算第3梯队了，多核和大唐 N100 一样。Cinebench 2024多核151，单核61，多核比其他的 N100 要差一点。Passmark 多线程5893，
单线程2092，很可惜没上6000分。综合上面的比较 ，MES N100 的15瓦性能释放，多核成绩在 N100 排中间吧。接着看娱乐大师，总分416690 ，CPU 得分169327。我们还给 MES N100 运行了 OpenDouble 测试 ，AES 569,147， X220 292,120， CoreMark 86754， CoreMark 没上10万分，很可惜啊。HDMI 接口能够输出 4K 60Hz 8位 YCbC-R 420的显示信号 ，DP 接口最高能输出 4K 144Hz 8位 RGB 显示信号。我们的显示器 DP 接口可以超频到 160Hz， 超频后再在小主机的 DP 接口可以输出 4K 160Hz 8位 RGB 非压缩信号。接着我们看看英特尔 UHD 核显的相对强项——视频解码，它最高能硬解本地 8K 60帧 AV1 视频。YouTuber 8K 60帧 AV1 视频流畅播放。2280硬盘位测试 ，PCIe 3.0 NVMe X1 接口，890兆比每秒，这是 3.0 X1 的速度。2230转接硬盘位测试 ，PCIe 2.0 NVMe X1 接口，290兆比每秒，这是 2.0 X1 的速度。2.5G 网卡我们使用 IPv3 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接近 2.35G， 跑满了带宽，这些 2.5G 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麦云达 MES 装置了低功耗 N100 CPU， 15瓦的性能释放。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整机功耗没有超过35瓦，待机最高功耗才是 3.1 瓦。按这个结果，60瓦的电源能够搞定，再加3块 NVMe SSD 满载时的功耗。室温24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39度。SSD 待机温度26度 ，CPU 测试满载的噪声只有49分贝，收回在耳边只有40分贝，算安静吧。麦云达 MES 是我们测试麦云达的第2款全闪 N100 小主机，它15瓦的性能发挥受限于它超小的体积，多核性能比起大哥 M1 要低一些，但还是不差的。通过 WiFi 接口转接出第5个 M.2 盘位，我觉得相当好。很多朋友使用它作为全闪 NAS， 有了2个 2.5G 网口，那么 WiFi 就没用了，用来转接盘位是最合适的。这么多盘位，它最好的使用场景肯定是作为一台全闪 NAS， 可以自己安装 NAS 系统的 DIY NAS。缺点吗？ Type-C 接口不是全功能的，不能输出 DP 显示信号，也不能接入 PD 电源。总结一下，麦云达 N100 的性能还不错，散热、静音都优秀。5个 M.2 盘位作为全闪 NAS， 接口配置非常好，准系统888元是市场上5盘位全闪小主机的最低价格。如果您想买一台便宜的全闪 DIY NAS 小主机，麦云达 MES 请给予重点考虑，我们对它给出了推荐的评价。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